那母老虎也不可能让自己再寻一房生个孩子，那下一届宗主之位必定是要落到那阿玲身上的。就自己夫人那个性子，从现在起就步步紧盯阿瑶，怕是有什么问题。难道紫萱的事情，金光善心思何等活络，2、3下就猜到了问题的关键。可是他还需要阿瑶去办事情，那这脸就不能撕破了。那边我会解决，你且放心去做为父交代之事。金光善大手一挥，便把事情定了下来。金光善乐呵呵地让金光瑶坐到一旁的椅子上，问道：云梦江氏那边现在如何？新一批的云梦弟子以及新入云梦的奴仆中都已经安插了眼线。金光瑶心底发笑，没了魏无羡的云梦就是一个大开的宝库，谁都想分上一块肉，可叹那江晚银竟丝毫不知。若没有金家明里暗里的是一云梦迟早将为金氏掌中物，那云梦江氏怎可能安然素之得喝着庆功酒？魏无羡是个人物，但天真就是他最大的弱点。当趋利避害成为世人的本能，那感情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。看，他现在不就在为他的天真买单吗？江氏的生意场。金光善嘴角上扬，只说了简单的5个字。金光瑶便心领神会，接口道：云梦与金家是姻亲，江宗主出摄宗室，想来会需要我们金氏的帮助。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，和聪明人打交道要学会点到即止。金光善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有些时候看这个便宜儿子还挺顺眼的，不愧是我金光善的儿子，手段能力都好，像自己。阿瑶，辛苦你了。金光善难得慈爱地看向金光瑶。金光瑶对此虽有些微怔，但很快笑着回道：父亲这般相信阿瑶，阿瑶又怎能负了父亲的期望？这金陵台上演着父慈子孝的一幕，而姑苏彩衣镇却上演了一番豪掷千金的戏码。魏婴想着温朝当时的模样，挺着胸膛，抬起下巴，努力摆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，恶狠狠地说道：这匹马我要了。胡毅皱着眉头看着来人，刚才那个从家里偷溜出来的小屁孩又来了，这回还想劫别人的生意。胡毅倒是瞥了他一眼，那眼神愣是让贾纨绔头皮发麻。魏婴心里发虚啊，毕竟自己做的这事有点不道德，但是也没法呀。可魏婴干咳一声，拿出一沓银票，重重地拍在桌上：开个价吧，这匹马，小爷我要定了。边上原是买了这匹马的老板也不是个怕事的，冷着脸说道：胡老板，今个可是有人故意来闹事了。胡玉伸手拽住魏婴的胳膊，不让他再多言语。那小屁孩手指上的玉扳指，他还是认识的。陈老板，小孩子不懂生意场，坏了陈老板的雅兴。今儿这匹马打您8折。魏婴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胳膊上的力有点疼。对上胡玉莫要胡闹的眼神，魏婴摸了摸自己的鼻尖，只能作罢。陈老板看着不再作妖的少年，冷哼着接受了胡玉的报价，爽快地付了钱，拉着马匹就要离开。胡毅看着身后的毛头小子，让自家赔了钱特别不爽，凶着一张脸道：大哥，这小子要不要揍一顿？胡玉看着桌上的银票，抽了3张放到胡毅手中。差价，其他不要动。说完也不看自己弟弟啥反应，直接拉着魏无羡去了马场里屋。胡玉好笑地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漂亮少年，摆了摆衣袖示意对方入座。小兄弟可是齐家人。虽然最后的结果与魏婴所想有出入，但是顺杆子往上爬还是懂的。魏婴只是一个眨眼的瞬间就想出了应对之策，胡老板如何识得在下的身份？说话间，魏婴又伸出左手转了转指尖的玉扳指。胡玉啧了一声，倒也没直接回应，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。一时间屋内陷入了沉默。魏婴垂眸不语，只是把玩着手中的扳指。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，谁先开口，谁就输了主导权。胡毅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自家大哥与那可能是齐家的公子哥过招，一声不吭。魏婴这个人在沉默不语时会散发出生人莫近的气息，哪怕魏婴很用心地收敛起了鬼道的怨气，可还是会影响到周遭之人。胡玉便是如此，长时间看着魏婴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不管魏婴作何表情，何种姿势，背后仿佛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，随时能够吞噬自己。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胡玉开口说道：小兄弟果然厉害，不知是哪家的公子？
齐家魏婴答道：“这位公子何必为难我们俩兄弟？”胡玉看着一口咬定自己是齐家的不知道打哪来的人，长长叹了口气。胡毅看着那小子在那里装神秘，直言道：“大哥，不管他是不是齐家的人，我看这小子就没安好心。一来就仙山求仙的，现在又扯齐家，满口谎话，就是顺着杆子往上爬，给脸了。”魏婴听着糙汉子的声音，耳边回荡着的却是于夫人尖锐的嗓音：“魏无羡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一天天就知道闯祸，总有一天江家要被你害死。”魏婴乌黑的瞳孔迅速变成赤红，周身浮起黑色的怨气。老二，闭嘴！胡玉看着那个少年的状态似乎不对，他似乎用的也不是灵气，